准备了半年的访问被一个电话取消，美国的这种傲慢正是去美化的最大原因。大家好，我是世刀。美国总统拜登这两天原本计划着对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访问，但是在访问的最后一刻，拜登以要处理这个国家债务上限为理由取消了对两国的访问。不过对待这个两个国家，美国的态度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个公告里面，详细的说明了对澳大利亚是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且呢也邀请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随后呢要对美国进行正式国务访问。而对待巴布亚新几内亚则不同只写明了就是通知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取消这次访问。可见对待这两个国家，美国是使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则这个公告里面，我们就能深刻的体会到美国对待不同国家、对待不同体量的国家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区别对待，特别是在骨子里面对待这些小国，美国是有非常深入骨髓的这种傲慢的态度的。大家都知道南太平洋岛国自从前2年开始成为了美国高度关注的一个区域。那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进行了一个外交破局。我们在南太平洋岛国开展全方位、广泛的深入合作，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呢，也应激式的开始加强了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关注。但是我们要说这种关注并不是美国发自内心的想要给当地人民带来福祉的关注，而只是美国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进行的一种所谓的外交平衡。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优先级上面，这一些南太平洋小国实际上是排得非常靠后的。那么这也就导致了美国这一次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以一个电话的方式取消正式访问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要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了准备拜登的这一次仅仅3个小时的访问，可是举国之力准备了半年时间，目的正是想利用这一次访问提高自己在全世界的曝光度，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但是呢，这一些全国上下的努力就被拜登团队的一个电话给否掉了。那么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在世界范围里面似乎有一种去美化的思潮那么这个去美化它不仅仅是指在货币上、在金融上去除对美元的依赖，还有就是世界的一些国家开始觉醒，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上，在自己的基本国策上要去除美国对他们的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今年2月份沙特和伊朗破天荒的携手的这个和解。那么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海湾国家开始走出对美国的迷信，开始要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而如果究这些原因背后的根源，其实正是美国自己对待不同国家的这种傲慢，以及在对待外交政策时的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这种优先考虑。我们说世界上的国家呢都是公平而平等的，不能因为国家的面积大小、人口的多少等等来给这些国家分个主次先后有所怠慢。那么外交上的这些怠慢最终都会体现在对自己国家的这个反噬上。那么美国在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里面显现出的这种傲慢，最终也会体现在美国对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大幅度的衰退上。说到底，美国整天所喊的这个所谓中国介入南太平洋事务，只不过是南太平洋国家由于被美国歧视多年，终于觉醒，看到了必须要进行更加平衡的、更加有效的、更加有利于自己的一个外交路线的选择，这才做出的决定。那么去美化最后的推手就是美国自己。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我们下期再见。